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查理斯木，我是查理博士，坐标加州硅谷。电商和云计算龙头亚马逊在2月5日盘后公布了最新的财报。按照国际惯例，华尔街不管3721，直接砸盘甩卖，导致 AMZN 的股价盘后闪崩11%，从220美元以上一度跌破200美元。那么，亚马逊还值得咱们散户投资者抄华尔街的底吗？还是说 Amazon 的股票会陷入低位震荡的走势？此外，比特币在昨天暴跌到6万美元的警戒线之后，今天暴力反弹12%，重新回到了7万美元的上方。这是否意味着比特币的底部已然出现？接下来，加密货币市场将 V 型反弹。本期节目，查理为你带来 CRI 投资系统的解答。好消息是，亚马逊在今天开盘之后被机构买了起来，现在它的价格回升到了210美元。然而，毫无疑问，AMZN 的股票和微软同病相怜，过去一年它居然净下跌了14.3%。虽然之前有2次亚马逊有假突破，股价在11月初和1月份短暂冲到了250美元，但是终究没能像谷歌那样走出真正的右侧行情，现在更是破位200美元。那么，亚马究竟怎么了？为何老是被机构甩卖？昨天，亚马逊发布了25年第4季度的财报以及26年业务展望。尽管营收端表现强劲，但和此前 Meta、微软和谷歌一样，由于未来巨额的 AI 资本支出，导致股票被花街抛售。那在财报电话会议上，亚马逊的 CEO Andy Jassy 表现得非常硬气。面对分析师质疑亚麻高达2000亿美元的开支，他不仅没有退缩，反而详细解释了为什么要疯狂的烧钱。Jassy 明确表示，这2000亿美元不是在做亏本的买卖，而是基于真实的客户需求。他形容目前的 AI 需求是，只要我们安装好 AI 算力，就能立刻把它变现。Jesse 透露，AWS 在过去12个月里增加了3.9吉瓦的电力容量，这已经是2022年的2倍。他立下了军令状，计划到2027年底将目前的电力和计算容量再翻1倍。他说，未来企业从 AI 中获取价值的主要方式将通过 AI 智能体，而要运行这些 AI agents，企业的应用和数据必须在云端，也就是用 AWS 的云服务。此外，他还重点推荐了亚马逊最新的 Trainium 3自研芯片。他表示，这款 AI 芯片在性能和性价比上极具竞争力，预计到2026年的中期都会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总的来说，Jesse 传达的信息非常明确：AI 是百年一遇的机会。虽然2000亿美元听起来很吓人，但是如果现在不投入，以后连入场券都没有。他试图让投资者把眼光放长远一些，不要只盯着这一季度的 EPS 偏差。好，接下来我们简单过一下 Amazon 的这份财报。亚马逊在2025年第4季度营收达到了2134亿美元，不仅超过了分析师此前预期的2113亿，更是公司历史上首次单季度突破2000亿美元的大关。AWS 营收同比增长24%，广告业务也有高达22%的年增长。虽然亚麻营收很猛，但是每股收益 EPS 是1.95美元，比华尔街此前预期的1.96美元刚好低了1美分。那这个 miss 从何而来？这当然是因为亚马逊在 Q4 计提了一笔24.4亿美元的一次性费用，包括了解决意大利的税务争议的罚金，以及数千人的裁员遣散费，还有关闭部分亏损实体店的减值。那如果没有这些杂费，亚麻的财报会好看得多。至于高达2000亿美元的资本支出，钱主要砸在3个坑里面。第一是 AWS 算力，第二是自研的 AI 芯片，第三就是 Leo 卫星通信。亚马逊的管理层认为 AI 算力不存在产能过剩，而存在产能的不足。现在就是 AI 的跑马圈地时期，如果公司现在省钱，未来就会丢到江山，也就是它的市场份额会下跌。那这是根据利润排名的亚麻细分业务。可以看到，它的 Amazon.com 网络商城只贡献了1.5亿美元的净利润，几乎没咋赚钱。亚马逊只是把这个网站做成吸引流量的平台而已，实际上不靠电商零售本身来赚钱。而决定了 Amazon 股价走势的还是 AWS 云计算业务，它占了总利润的46%。尽管本季度亚马逊为了备战 AI 花了大价钱购买英伟达的 H100芯片，导致 AWS 的利润增速
略低于营收增速，但是 AWS 的利润率依然是各项服务中最高的，达到了35%。此外，它的广告业务是 Amazon 隐藏的印钞机，贡献了78.5亿美元的利润。更关键的是，广告服务几乎没有边际成本，本质上就是在已有的电商流量上卖位置。所以，广告的营收增长大部分能直接转换成利润，也是支撑 Jesse 敢于砸钱 AI 的底气。在云计算御三家中，亚马逊的 AWS 依然是当之无愧的冠军，占了30%的市场份额。它的代履约订单金额高达2440亿美元。更为重要的是，为了节约成本，亚马逊加大了自研 AI 芯片的产出。Jesse 昨天确认，自研芯片业务的年化收入已经突破100亿美元。只有通过自研芯片把算力成本降下来，AWS 才能在未来的 AI 价格战中既保持30%的市场份额，又保住35%的高利润率。好，聊完了 Amazon 的财报，我们来看看它的股价走势。这是亚马逊股票交易的日线图，可以看到开盘之后就有机构迅速进场扫货，在203美元附近有大量的买盘把它的股价直接买了起来。那2月6日全天，亚麻的股价呈现出低开高走的趋势，表现相当的不错。最终，Amazon 股价收在了210美元的上方，守住了200美元这个关键的支撑位，表现令人赞叹。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机构昨晚程序化砸盘甩卖之后，今天开盘发现，哎，不对头啊，昨天卖亏了。于是又有机构在第二天的开盘直接把亚马逊买了回来，确实有点令人哭笑不得。那么，对于咱们散户投资者来说，现在是否可以抄底 Amazon 的股票呢？这是 CLI 投资系统给出的建议，目前是持有的观望中性态度。这是由于亚麻今年的 EPS 增速只有8.6%，要低于标普500指数平均10%到12%的年增速，因此查理认为今年 Amazon 股票要大涨也没有那么容易。如果我们以20到30倍的 PE 来计算它的价格，那么 Amazon 目标价格将会出现在156到233美元的范围，中位是195美元。CI 系统认为，在接下来几周，亚麻的股价依然有机会震荡下调，探到190美元附近，届时将会是朋友们抄底的绝佳机会。那到时候，如果 Amazon 的股价真的跌到190，它的 PE 就会回撤到27以下，变得非常的物美价廉。我们现在不需要 FOMO，着急在210美元就立刻马上下手买入亚马逊，因为在月线级别上，它至少还需要3周的时间走出比较完整的止跌形态。那查理的 CLI 投资组合目前依然持有7%仓位的亚马逊。未来几周，如果 Amazon 的股价能够回撤到190美元，甚至更低一些，查理绝对会和大家汇报。有仓位的话，我会考虑 dollar cost averaging，摊薄成本，抄底亚麻，把它的仓位再加一些。现在的话就稳健持有，耐心等待就好。个人完全不担心云服务龙头亚马逊股票的长期表现。虽然你不指望它能大涨暴赚，但是你说沃尔玛现在的市盈率都涨到了46，我们应该担心 PE 只有28的亚马逊，它还有多大的下跌空间吗？完全不需要担心哈。这是周五美股市场的盘面，除了亚马逊难看了一点之外，一片绿意盎然啊，非常的 nice，给大家一个过周末的好心情。其中最为亮眼的表现要数半导体芯片巨头英伟达、博通以及特斯拉。NVIDIA 和 AVGO 股票大涨非常好理解，云服务商需要购买海量的通用以及定制化 AI 芯片，那么芯片厂商肯定是大赚特赚的。而特斯拉今天大涨的原因是公司确认在中国的 AI 训练中心已经投入了运营，那这就解决了数据合规的最后一道门槛，意味着 FSD 终于可以利用中国复杂的路况进行本地化的进化。市场预期 FSD 极有可能在2月内获得完整的审批，这被视为特斯拉从车企转型为软件订阅公司的重要一步。此外，特斯拉近期还宣布，第3代人形机器人 Optimus Version 3已经开始在东湾的 Fremont 工厂进行生产线的改造。随着 SpaceX 和 xAI 的深度融合，市场正在压住特斯拉作为马斯克 AI 帝国的硬件载体，将直接受益于星链以及最强 AI 模型的底层赋能。特斯拉还是非常有爆发力的巨头股票。当然，左右美股涨跌最根本的因素还是华尔街和散户投资者的持股比例。这张图显示了华尔街机构和炒美股的咱散户朋友们在2026年的
股票持仓变化。可以看到，在1月中旬，机构和散户都重仓美股，仓位分别达到了94%和92%。然而，在过去3周，机构恶意做空，持续抛售了股票部位，导致我们看到过去一段时间科技巨头的持续暴跌。而到了今天，机构的持股比例已经从94%的高位下跌到了73%，散户依然比较稳健，持股比例从92%这样那么一丢丢，现在还保持90%的高持股比例。华尔街是靠市场波动震荡来赚钱的嘛？那现在机构又反过来想做多了，这样他们就有足够的空间，再把持股比例从70%多拉抬到90%以上。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今天市场迎来了一波比较强烈的反弹，因为机构又开始翻云覆雨了，是不是很贼？不知道朋友们还记不记得，去年11月底感恩节期间也发生过机构抛售，然后又在12月初把股票买回来的情况。那查理的观点是，我们还没有真的迎来美股的大熊市，只有等到本轮科技巨头疯狂的 AI 资本支出告一段落，美股市场包括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才可能迎来长达几个季度，类似于2022年那样结构性的熊市回调。那目前 CI 投资系统还是认为，因为2026年大科技的资本支出还在加码，我们可能需要等到年底或者是2027年才会看到投资枯竭、增长乏力的美股下跌行情。当然，朋友们也无需担心，请订阅查理斯穆频道，我会及时为大家带来系统的预警。如果资本支出放缓，或者美国政府的政策有大转向，CI 系统会带着大家逢高止盈、套现离场。好，聊完了美国股市，我们来看看大饼比特币。比特币这2天的走势完全可以用惊心动魄来形容。就在昨天，BTC 2天之内闪崩20%，从78000美元的低位再度跌穿地板，最低来到过61000美元，距离破6万美元的底部仅一步之遥。好消息是，随着周五美股、黄金市场的全面反弹，比特币、以太坊等加密货币也在单日暴涨10%以上。那目前比特币的价格回到了7万美元的上方。那么，比特币为何昨天崩盘了呢？除了宏观环境的变化，这次比特币爆仓的祸根很大一部分出在了韩国市场。2月5日，韩国第2大交易所 Bitsum 操作失误，他们原本打算举办一个随机盒子的奖励活动，给用户发几万韩元的小红包，结果工作人员手一抖，把单位设成了比特币，这就导致部分用户的账户里天降横财，突然多了价值数亿美元，总共2000枚比特币外流。那拿到天上掉下的金子的人的第一反应当然就是变现，导致 Bitsum 平台上的比特币价格瞬间脱钩，一度比全球市价低了15%。对，查理也叹息啊，自己怎么不早注册成为韩国币圈的用户，搞不好就给我发1枚比特币了。那这种局部的极端踩踏效应迅速向全球蔓延，从而引发了自动化交易程序的连锁反应，带崩了本就不富裕的加密货币市场。那今天比特币绝地反击之后，有会员朋友问查理，现在咱能不能抄底 BTC？会不会这是一个趋势性的大反转？比特币、以太坊就此微型反弹，剑指前高？Sorry，查理目前的回答可能有点泼冷水。CI 投资系统显示，比特币、以太坊的价格曲线依然呈现出红色卖出的信号。换句话说，我们仍然处在加密货币去年10月份以来的熊市之中。任何价格的反弹，最好当做逢高止盈、跑路离场的机会，而不是右侧获利的号角。这当然是因为美联储的鹰派主席凯文沃什将在5月份走马上任。如果按照他之前表述的缩减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规模，美联储短期之内将不会像鲍威尔主席时期那样1美元买短期美债，从而源源不断地向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而美元的流动性如果枯竭，比特币、以太坊等风险资产是第一个承压，容易被抛售的。因此，查理认为，我们目前绝对不能轻易重仓比特币或者币股，而是应该避开它们，或者做小仓位的短线套利交易。那你问我，啥时候币圈的熊市才能过去，比特币、以太的春天才能到来呢？目前我也很难判断。那只有当新的美联储在6月份降息之后，届时美元的供给如果上来了，我们才有可能看到比特币的价格出现像2024或者2025年一样的右侧突破行情。当然，如果届时 CI 投资系统捕捉到了比特币真正转牛的绿色信号，我也会及时和朋友们分享，
咱们再入 FBTC 或者 IBIT，大家一起来赚钱，岂不美哉？好，聊完了今天的主题，我们来看看截止到2月6日 CI 人工智能投资系统的最新仓位配置。我的 AI 投资系统会根据每天更新的金融数据，包括标普500指数的走势、美债殖利率的变化、全球央行的流动性、大宗资产价格的波动，来对美股、短债、黄金和比特币的持仓比例做出必要的调整或者维持不变。和昨天一样，CI 系统建议把股票部位的持仓比重依然维持在90%。而把剩下10%的资金放在超短期美债 USFR、SGOV 或者 SHY 中避险。在指数层面，标普500、纳斯达克以及科技指数都超过了 CI 系统给出的买点，我们不需要着急追高买入。而在个股层面，系统推荐了3只业绩表现很优异的美股，分别是网络安全公司 FTNT、Meta 和 Visa，他们的买点也以绿色数字标了出来，朋友们可以参考一下。接下来是 CI 投资组合最新持仓情况，可以看到，在2月6日涨得最好的股票变成了量子计算 ETF QTUM、股王英伟达、标普500动量指数 SPMO。查理根据 AI 系统的提示，卖出了全部的短期美债 SHY、波音和波克夏哈撒韦的股票，把获得的资金用来逢低加仓买入了微软。没办法，微软现在实在是太便宜了，市价在$400附近，本益比只有25。是非常适合逢低建仓、长期持有的优质巨头股票。我们只需要坐稳扶好，别被华尔街砸盘的把戏骗泡，等着 MSFT 的股价均值回归，在今年夏天给朋友们带来惊喜。交易结束之后 ，CI 投资组合的前6大持仓分别是微软占比51.1%，Meta 占比13.4%，科技指数 IYW 占比9.1%。标普500动量指数 SPMO 占比7.6%，和亚马逊占比7.4%。和往常一样，未来 CI 投资组合如果有新的持仓变化，我也会及时更新，请朋友们保持关注。如果你想第一时间得到 CI 投资组合的讯息，可以加入查理斯木频道会员，您会获得实时更新的交易细节，不用等到下一个节目。此外 ，CI 会员还将收到查理斯木今日宏观经济展望以及频道内容独家抢先看的权利。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查理的个人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如果我的节目对您的投资决策有帮助，请您多多帮忙点赞分享。查理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大力支持，我也会陪伴着大家穿越牛熊，在市场中成长。下期节目，查理将继续带来被市场错杀的蓝筹股的分析，敬请期待。祝您周末愉快，心想事成。我们下周见，拜拜。